好，诸位电视机前面的观众、听众，大家好，我是傅和林傅老师，欢迎大家再次收看《寰宇惊奇》。今天要讲的主题就是最近川普说 UFO 很精彩那3部影片。那么，但是这次我主要讲的不但讲这3部影片，而且表示美国军方的态度已经开始有所准备，而且有所动作。好，那首先我们来看所有这3部影片UFO 的影片都是真的影片。这是2004年第一次抓到，所以我这题目叫做2004年这一次真的抓到了，以前从来没有抓到过，而且曾经我以前讲过，军方的飞机从 P51开始追到它，一直追到后面就飞机失事，因为技术不如人根本不要说照相，所有东西都是绘声绘影，或者是铅笔描述，或者是别人描述。但是这部影片是真真实实拍到照到，而且根据 video、根据影片、根据整个的场景是真的。所以我后面下面那句话，美国军方从1947年到2020年首次承认 UFO 的存在UFO 的存在那么他们也叫 UAP， 不叫 UFO 他们军方有军方的代表的名称。OK， 好，这个主要呢也是逼得没办法。2017年12月16号，《纽约时报》登了一个很大的头条新闻，叫做“发光的光环跟黑钱”。那么讲述五角大厦的神秘飞碟计划这个标题我日期都讲了，如果大家详细要去看的话，就看那天的报纸那天的报纸呢，大概上就是这张报纸叫做 Grooming Eras and Black Money: The Pentagon's Mysterious UFO Program。那下面就是原汁原味就是这个报纸那一条。那电子版我给它截录下来，下面很清楚写的2017年的12月16号。好，在这里面我就要把别人没有讲过的，我特别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叫做时序时序就是来龙去脉第一个，我们看看2004年11月10号，尼米兹号这个最近听说要来这个太平洋了。11月10号，注意人事实地物尼米兹号航母2004年在圣地亚哥海岸附近演习。等一下我有详细的地图。那么后面刮胡，2017年呢，这个消息呢，《纽约时报》12月16号就把这个消息登出来了。然后这个里面登出来的原因呢，是牵涉到哈里、里德、路易斯跟桑艾里桑多然后这2个，前面一个是美国的这个国会里重要的人物，后面一位是这个 UFO 分析研究重要的人物。他分析出来的第一个袋子叫 Jimbo 出来的时间是2017年12月16号那么被《纽约时报》弄出来的。然后这个里面叫 Tic Tac 就是他们这个飞行员对这个 UFO 的昵称然后下面是这部影片。那么一连2部影片通通都是2004年11月10号尼米兹号演习的时候拍到的。所谓这个演习，实际据很多资料的显示，其实美国做这种演习已经是经年累月，就是要抓它，但是一直抓不到。这是2004终于抓到了。既然抓到了，我为什么不公布呢？所以美国官方也很希望公布，但是有一小批人不愿意公布，结果那一小批人输了。OK， 所以硬是给公布。所以这个里面一定是官方跟民间通通合作才放出来的。接着我们看第2条，请这个导播再用一下。第2条就是第3部影片，是2014年11月到2015年的3月，在美国东岸，从 Virginia 州一直到佛罗里达州，航母罗斯福号也是演训，所以它东西岸通通演训，表示呢 UFO 在两岸都出现过。这是第3部影片。那么这个里面下面
第三点呢，2019年根据2017年就是说他们内部露出来的资料，所以2019年的时候，美国海军已经发布了一个新的机密指南。这个机密指南的用意就是在于报告军方所谓的 UFO 不明物体事件。2019年美国已经准备好了，所以注意第4条，2020年的5月，美国总统川普才公开谈论，因为你没有法律约束，所以经过第3条有法律约束。那第3条法律约束的主要原因是因为2017年的泄密事件。那2017年既然泄出来了，那怎么办呢？所以2014年，因为大家觉得很好，2014年又来一条，所以逼得美国海军在2019年公布新的机密条例。同时，美国军方正式承认 UFO 已经不是 UFO 了，表示这已经是存在这个里面就是2019年的6月15号，美国川普首先6月份在 ABC， 川普就已经讲了，大家说他们看到幽浮吗？我信吗？不是特别相信注意不是特别相信，他没有说不信已经改口了。然后呢，2020年的5月呢，美国总统川普呢又公开谈论这些新奇的这些东西，在一些特别的频道里面，他说我想知道这是不是真的我想知道是不是真的。然后最后他在接受访问的时候就最近5月份最后一句黄色的字，那是一段非常棒的视频他已经讲了，前面是说不是特别相信，那最后一句说那是一段非常棒的视频，他没有说是真的，他是非常棒的视频。注意这个里面文字都是值得推敲不但这个《纽约时报》2017年12月16号，紧接着《华盛顿邮报》也登了。根据《华盛顿邮报》的说法，视频由前情报官路易斯·艾利桑多发布旨在揭示国防部的一个机密计划行动，分析报道不明飞行物的目击事件。这个计划的名称叫做先进航空航天威胁识别计划，全名是 The Advanced Aerospace Threat Identification Program， 简写 AATIP。 好，我们把镜头拉到2004年11月10号，不然大家只看那个影片没有意思我把这个人事实地物通通介绍，我们再放影片，你就可以知道这个里面蹊跷有多少了。2004年的11月10号，2架隶属尼米兹航空母舰的战斗群 CVN-68 正在加州圣地亚哥外海做例行的缠斗训练，然后主要的对象是 F-18 战机。突然他接获来自普林斯顿 CG-59， 这是巡航飞弹导弹巡航舰的无线电讯号，问他们是否飞机上有挂载武器。所以实际上这个美国实在是年轻实际上他是想用真的武器来做的。但是对不起，这个飞行员弗拉福中校回答，他说我只有2枚训练的哑弹假弹，就是我们这军方叫做哑弹。那普林斯顿号说好，我不管了，可以了，现在有真的目标交给你们，请你们跑一趟。我把实况还原这个就是普林斯顿号导弹驱逐舰那普林斯顿号呢，在2个礼拜前，它已经追踪到了一个很奇怪的东西。那根据描述注意到这一段是非常的特殊，部分已经描述到 UFO 的特性，它会突然出现在海拔8万英尺注意8万英尺高大概21公里左右然后呢，出现了以后，突然的俯冲俯冲过了以后呢，然后呢，它又俯冲过了以后，到了低空盘旋注意 hovering 盘旋在这个地方，然后呢，啪，雷达荧幕就消失这个时候呢，他因为通知了2架这个 F-18 就普林斯顿号通知他们那么他们就过去了。他们说那没有任何东西然后呢，这个弗雷弗中校呢，低头呢往海面一看，就看到一个大概40英尺长40英尺长的圆形物体，在海面
50英尺高的地方盘旋，把海水呢激荡的这个好像是沸腾一样，然后啪加速离去啊！注意后面就很有意思啊，那个战机向下要靠近的时候呢，这个无人飞机呢，他们美国海军叫的 UAP 呢，就突然向这个 F-18靠近啊，然后 F-18说，好像我们要来相会面了。那紧接着呢，突然一下子不见了啊，看着要会面，他又不见了。那普林斯顿号告诉这样子好了，我这2架飞机呢，我们在97公里外的点，2架飞机，我们给你个位置，你在那边跟我们会合。好，结果他这个命令还没有收到的时候，突然还不到1分钟，这2架飞机还没到啊。然后普林斯顿号突然告诉他，刚刚我跟你讲的时候，那个东西已经在里面等你们了，已经在97公里的地方等你们了啊！注意我后面刮胡1个马赫大概因为海平面会调整，大概差不了多少。1个马赫大概是20.58每分钟走20.58公里。那么这个97公里将近100公里大概是5马赫左右，就是表示它1分钟之内它可以飞5马赫，这个叫做极音速。因为超音速大概3马赫，5马赫以上叫做 hypersonic 极音速，表示它已经有极音速的特性注意到所以我用红字标出来，把他们吓坏了。好，结果他这个 F-18的这个2架飞机呢，好，他听到收了以后就飞到汇合点了。结果一看什么都没有，那当天晚上呢，他们就在这个航母以及巡航这个导弹驱逐舰上针对这个事情做讨论，同时把重要的资料传给这个国防部那这个里面第一段视频就告诉F-18战机已经开始作业那么这个主要的计划揭秘是2007年，主要是这个内华达州的民主党这个哈里里德，就前面也讲的，他要求同时内华达州的这个民主党也全力支持他而且是参议员多数党领袖，所以非常有权力他对太空一直很有兴趣，所以他把这个国防部要来一笔钱呢，通通丢给谁呢？丢给一家他的兄弟，他的好朋友这个叫做罗伯特 Bigelow 这个人是很有名的人以前我也讲过。那这个 Bigelow 呢，他跟 NASA 要了一笔钱，正在执行这个所谓这个人类在太空中发展航天器的计划他把钱丢给他去研究。这个钱有多少呢？每一年6000亿美金的国防预算里面呢，用在这个计划的有2200万，其实没有多少钱，但是你换成台币已经很多了。从2007年以来，该计划查了很多不明飞行物体的计划。那根据国防部的官员参与计划的人接受《纽约时报》访问是由路易斯·艾里桑多这一位非军事人员民间人员，在五角大厦西栋上的5楼某一层楼的迷宫进行分析那这个计划呢，以往从未承认它的存在，公布之前绝不承认，公布之后呢，2012年就关闭但他的支持者表示呢，这个尽管五角大厦付出了很多努力这个计划虽然关闭了，但是计划仍然存在。同时，这个艾里桑多已经离职，但是已经有人接替他的工作最后一行，等一下我宣布了这个影片注意到如果是黑色的，越来越黑，代表这个东西越来越热。这个技术人员拍这个影片拍了9分12秒，但是公布的只有若干秒主要它也是用红外线来照。那这个 sensor 这个传感器呢，黑白视频，黑色白色相互调节，相对于温度适当的变化越热就越黑OK。这个里面牵涉到一个很重要的设备，叫做 ANASQ228，中文翻成先进前视红外线目标追踪机。
我们讲相机，它是追踪机 ，Advanced Targeting Forward Looking Infrared， 英文简称 ATFLIR。那这套系统呢，是一种光学跟电子跟热像系统整个的结合，主要是雷神公司在1990年代后期为美国海军飞行员开发主要是侦测和识别战术目标，同时注意到后面那句话，它接上了智能武器，提供主动精确目标的导引，它能够跟踪74公里内的目标，同时在16公里肉眼看到的时候呢，再追踪到8公里之内，然后用肉眼继续在 menu 手动控制我那个 F-18右下方圈圈刮的红色的地方就是那个位置。下面一个实景，这是当时苏凯22左边被锁定，它后面燕尾非常的长，那个燕尾是 AB Afterburner 已经开了以后，以急速要脱离，前方的亮点是飞弹已经对着它来了。右边是下面绿色的是苏凯22，上面是 EMRA 120EMRA 飞弹，然后直接对着它来，下面是命中所以这个仪器是直接可以导引那种所谓高科技，然后集中目标这张照片就是白色的椭圆物体我这边写得很清楚根据它的实测以及技术分析，跟民用飞机差不多。跟民用的波音飞机差不多，那2架的尼米兹号的战机起飞了以后，在 San Diego 2004拍了2张。这里为什么2张照片？一个黑的，一个白的？因为前面讲过，黑色的是它的热度开始改变，越喝越热；白色的是几乎平常。下面是沸腾的海水，注意是海水，不是云那这段 UFO 的影片，美国海军已经承认了那么基本上他不反对了我们现在就看这第一部影片，注意这第一部影片看到下面是海水他说：“你看，兄弟，我这已经在这是一个舰队，他舰队没有公布，但他已经承认这是个舰队。这是有2个飞行员拍到，那么这 UFO 他要飞到下面的汇合点这个是在下面拍到。”拍到以后呢，那么2017年的12月16号发布，注意到它波浪，它海浪的汹涌，这个它离海浪呢有15公尺高那这个物体呢有12公尺这么长，至少有12公尺这么长，白色椭圆开始变了，颜色恢复正常，刚刚是黑的，现在又变白的了然后 it's whole fleet， 这是整个一个舰队。我又重复再讲 ，no gosh my gosh， 他简直吓坏了，而且非常高兴，逆风而行。那个时候速度是120 mile per hour， 相当于193公里每小时。我们的车子70公里就超速了，它70还要乘以2还要多然后两边因为没有时间，这个里面很有意思，是所有的数字都是可以分析。他说这什么东西不知道？你看它在旋转它在旋转，而且尖头发光黑色已经代表它能量已经聚集。现在这个是普通，它没有发光所以我觉得 UFO 已经知道它已经被抓到了已经被抓到了这是第一部影片，向下2度。这个 F-18的这个机器在 F-18的左边机翼的下方，那么这个东西飞了一段时间呢不到1分钟，我刚刚讲过了，以 hypersonic 不到1分钟的时间飞了100公里，而且呢，塔台告诉他，这个普林斯顿告诉他，我现在需要你们在100公里汇合，他已经先到了，表示这个 UFO 根本就知道你的通讯。第一点，第二点，他在你还没到之前，他到了那个地点，用5马赫的速度在那边等你，但是你到了那里的时候，他就不见了所以他也知道你可以抓到他，但是最后啪，他脱锁了。所以说，如果你尖端武器发射按下去到那个位置，如果没有脱锁，当然它可以锁到，但是在快要打到之前，啪，它脱锁，你也没有办法打到所以刚刚这个影片是34秒，2017年12月17日在 San Diego 附近的外海
拍到的这部影片。好，我把这个位置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尼米兹号呢，2004年看到了然后派这个 F-18去追踪，在哪里呢？就是我现在图上，他们在左下方那个岛的附近演练，前面右边的话就是右上方就是洛杉矶。然后我再把这张图再放大，这个就是马里波在马里波的地方Malibu 在洛杉矶加州海岸线靠近洛杉矶那个尖点，看到没有？这边一个尖点，有没有？这个尖点叫做 Point Dune 在这个尖点的附近的外海，看到没有？但是这个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我后面给它放大一张照片。这个地方，我这张是 Google 照片下面有 Google Earth 不是我创造的。你看，在洛杉矶的海岸边上这个样子有一个凸出来的，然后下面是不是有个柱子一样的地方？你以为美国他随便在这个地方演习，他就在这个地方演习，而且这个演习已经不止一次了根据文献上，根据各方面资料显示，他在这边演习已经一段很长的时间了，而且设备不断的更新。2004年抓到，所以他们非常高兴，所以内部就有两派意见，公布或者不公布，结果硬是公布了然后那个人被逼得辞退。其实辞退以后，他也换了另外一个职位，然后这个计划继续存在。所以表示说，美国在这个时候公布这个什么原因？大家就要去仔细推敲。好，这个人就是 Bigelow 的好朋友美国参众议院多数党领袖哈里·里德2017年也退休了，看到没有？这时间很巧2007年开始到2017年10年哦。最初是由这个里德这个多数党领袖要求资助。那么前面讲了，他把他的 Bigelow 给了他的好朋友经营航空航天计划然后。这个最后一句话这两个人包括里德，包括 Bigelow 通通相信，但是里德没有接受到这个访问。但是 Bigelow 在2017年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呢，2017年5月60分钟节目里面，他接受访问，他红字，他确信有外星人，而且不明飞行物已经到达地球写得很清楚了。这个 Bigelow 呢就长得这个样子长得这样，他的好朋友然后旁边就是他接收美国资金NASA 的资金，有一部分资金转给他然后这个里面除了讲了 Bigelow 以外，在 Bigelow 的旗下有一串非常重要的顶尖人物其中之一就是路易斯·艾利桑多先生，原来在国防部那么，但是2012年呢，对不起，他因为这个接受采访被 fire 掉了，所以2017年10月注意，2017年10月辞职表示抗议，国防部过度保密。2017年所以我刚刚讲了，稍微修正。2017年10月他辞职表示抗议，国防部过度保密。这么好的东西，这么棒的消息，军方花了这么多的能力，竟然不公布他抗议11月他就把这个消息丢给这个 New York Times，New York Times 一公布他就换到另外一个单位，等一下我会讲下一章就是，然后他有一个继任者，表示这个计划继续存在但是他拒绝透露他的名字那透露也没有用，没有人认识这两张就是他的照片，叫做路易斯·艾利桑多先生这个人等于是把整个 UFO 逼得美国海军承认。第二个关键人物以前很少听说过如果不是从事这一行的，不知道这个叫做哈罗德伊·普斯霍夫博士。这个人是大大的有名大大的有名，在他的专业，比如在我的很多专业上看过他很多东西我没有时间细讲，但是这个人非常不简单，这是 Stanford 的 PhD。而且在斯坦福教书，而且参与美国打把很多重要的计划，20-30年，可能不止这块东西是他经手过的一块。据说1947年罗斯维尔的 UFO 的碎片，注意到我上面特别把他的字引出来。这个照片的人是 Tim Bauer 照片的人都有，人是实地物其实我只漏了这一块。这一块呢有26层，注意到这一块上面有26层，从
这个最上面是比较黑的，有比较黑的那一块哈，比较黑是它的厚度大概1到4个 micron，1个 micron 是10的负6次方米，它的材料是 铋，一个金字旁，一个必须的必。这个材料在航太里面非常稀少，但是它的功用非常多的一个材料。另外的几层呢，26层以外呢，在100到200 micron 这个厚度啊，情况是什么？是镁、银跟锌三者的合金。那么这 each of 6 pieces， 他说每一个这个东西啦，它有好几块是不明飞行物体材料的结构啊，这个它只公布了这么多啊。美国 Army source， 这个是美国 Army 美国陆军公布。为什么？1947年 crash 落在那里是美国陆军去经手，然后交由空军掌管。那这个是上面写的，下面这一块是他访问 Dr. Potof 啊，就是刚刚那位先生，在2018年的1月28号，他针对这个发布了一份文件。那这个文件呢，是他在 Cost to Cost 这个里面，他接受 George Knapp 这个人的访问啊，然后把国防部的一些研究 UFO 研究，他讲出来了啊。那这个所有的英文，我给它翻成中文啊。有一个泄露的文件，就是那个露出来的文件，它是怎么露出来的？我永远不会知道这个。Dr. Potof 他永远不知道，对于 UFO crash 的详细证据是高度机密，但是有一份原件，这个 UFO 呢是在那里，而且是 crash 落下来的，我们已经确认这个文件的真实性。同时，我的意见是，至少我看到东西了，它不是整个飞行体的碰撞，很可能它是被雷打到落下来，或者是被导弹打下来的一个碎片。他说，他找到有关材料的讨论，他不感到惊奇，但是他找到这些不寻常的材料，代表这是一个随着时代的推演变得更加重要的一个重要领域啊，材料啊，刚刚公布的这块材料。好，这个是他的背景，我们重列啊。那这个 Potof 他指出了，他说，当我们发现太空旅行成为可能的技术时，我们必须考虑到，既然我们研发这个太空旅行，那别人是不是在我们之前他已经有太空旅行了呢？可行性可能已经走过了，所以这就开启了 ET 访问地球的可行性。同时，他考虑到我们利用电池技术已经有1个世纪的历史，你点到了，是不是有可能呢？现在新的技术出来了，他已经点到了，但他没有讲得很清楚啊。那下面就是一些美国的 NASA 啊，他研究的一些东西，这个就是 WRAP， 就是太空要径，就是说我飞行器不动，但是我动它周围的重力场跟磁场，利用像那个地毯一样，我抖那个地毯，把东西往前推啊，类似这个味道。美国1994年已经在研究了啊，而且研究出来有结果了，很快有变化。他们发现到，它现在里面DARPA 里面存了一个至少50年的 UFO 的这个飞碟啊，然后这个里面牵涉到一种金属氢，注意到这个动力要采用金属氢，这个金属氢呢4乘10的6次方大气，400万大气压的情况之下，才可以让这个氢的原子呈现出金属的特性。注意哦，氢是气体哦，但是金属氢如何表现它金属的特性？是400万大气压的下面，但是呢，我们现在的技术呢，400万到不了。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所以我们的技术还到某个瓶颈。但是美国已经在研究了，2015年已经做实验了。好，这个就是他们转成一个民间的计划啊。这几个关键人物啊，左上方这个是美国国防部主管情报的 Deputy Assistant 副助理部长右边就是艾桑利多就是那位先生，左下方 CIA 的一个负责人，中间就是 Potof， 右边是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臭鼬工厂的计划负责人通通已经
抓在一个民间单位做研究啊。好，那么现在我讲这3部影片啊，第一部影片我刚刚已经放过了 ，Gimbal 红字在方向改变的期间，在极音速下，它会突然停止，但是高度不改变，但是呢，它可以突然方向改变，然后不见啊。那等一下马上第2部影片看啊，第2部影片是跟第1部影片在同一个地方圣地亚哥附近拍的，第3部影片就不一样，第3部影片是2018年公布的，它在佛罗里达，在罗斯福号航母附近做训练飞行，准备去这个中东的啊作战的时候，他们看到 UFO 拍的影片，从高空往下拍。第3部影片，2014年到2015年的3月啊，这格雷夫斯中尉啊，在大黄蜂号啊，他也接受访问啊。这个人当然既然接受访问曝光了，对不起，也已经退休了。他最后一句话，他说：“这些东西啊，一天到晚都在那个地方啊，它极音速可以到达3万英尺，所以极音速就是5马赫啊，1马赫是1分钟20.58公里啊。”那它是5马赫啊，一下子100公里就到啊。他说，凭借我们观察到的速度啊，它在空中啊停留了12小时，以这种极快的速度，比我们预期的要长11个小时。对我们来讲，我们只能最多1个小时，它能够直接停12小时啊！看到没有？这句话是很有学问，所以我用红字点在那个地方。我们现在看一下第2部影片。第1部影片，美国海军啊，《纽约时报》公布。第2部影片就是为 FLIR-1 美国军方露出来啊，给大家看的影片啊。这个里面把刚刚第1部影片做了若干的放大啊，看到没有？白色啊，然后追踪，注意到51度、负2度，负2度是向下倾，左下方倾看海啊，它来贴着海面 ，OK，no gosh， 然后注意到它把它放大在那边，你可以看到它的变化，这颜色变了，注意到很多光从外面透出来，看到没有？很清楚，然后照样还锁定，锁定了以后，哎，很厉害，它还不脱锁啊，他知道你锁定，你没有武器嘛，我就给你锁 ，That's not is it， 是不是这东西啊？看到没有？它开始旋转，叫逆风而行啊！旋转以后，我还是给你锁定啊，这个是普通的，然后这 speed 告诉你它的速度是多少啊，250、260、270，这都是海里啊。然后锁定以后啊，看到没有？它光线是白色，它颜色没有调整，没有变热哦，然后还是照样给你锁定，然后显然高度12000尺、19000尺啊，这个是它的变化了，这个表示它能量已经加强了，是黑色的。啊，已经黑色的，然后它还是让你继续锁定，很清楚啊，而且它的形状啊，刚刚他讲了，大概12公尺左右啊，你可以看左边它是放大的图啊，好，现在恢复原状啊，它突然产生一个很快的一个间隙，像一个标枪一样，看有尖的了，然后向左边跑走，哎，它跑到一下，还又给你抓到，对，表示注意到啊，美国的技术，它为什么要公布这一段呢？这个就非常关键了，我可以抓到你，你想走对不对？我抓到你，对不对？好，就有这个，其实我不知道他知不知道，他知道以后啊，他第2次对不起，我就是不要给你抓到，脱锁啊！你看，好，它变化了，看到没有？形状变化啊，不见了啊，又抓到，对，第2次、第3次脱锁啊，我抓了你2次，第3次脱锁。所以说，你真的武器要在这里面打他的时候呢，对不起啊，他现在慢动作，为什么要慢动作？他读片看他的速度啊。逃掉了，对不对？逃掉啊，然后它形状改变，逃掉啊，形状不改变，它不会逃掉，而且光线在做变化，这个是 slow motion， 这里面有什么东西？这里面学问非常非常的大啊，有机会我们再谈。好，现在放的地方就是在我图上的佛罗里达那个标点，看到没有？啊，2015年1月20号，我时间能告诉你啊，1月20号。再来就是几小时了，我想这个又太细节了。在杰克森维尔，佛罗里达杰克森维尔，就是最下面那个红色点跟黄色点标志的地方，在这个地方的外海啊，他们抓到了影片啊，这是第3部影片。等一下我就要放第3部影片啊，这是2014年的11月啊，
然后这个大黄蜂号也是 F-18，这里面他已经抓到一次有经验了，所以这些经验的累积让他在第二次抓到。这是在2015年1月20号拍到的这个影片，注意到红色字，他拍到是套在正方体中的一个球，就好像是一个正方体，它外面是个正方体，它里面有一个球，很亮的球啊，这个球呢套在一个 cubic 一个正方体里面。这个 UFO 在飞行员确认眼前物体是什么之前呢，我就看它很快的掠过这个海面，而且啪一下子飞过去啊，然后锁住啊，所以你可以看到飞行员非常的高兴，哇，好不容易我锁到它了啊。我们现在看第3部影片啊，这个是电视台播报了，表示这不是假的啊，电视台播报看到啊，注意到看啊，锁到它。一个很亮的东西啊，你仔细它可以放大，放大就是我刚刚讲的一个，颜色改变了，看到没有？变热了啊，变热代表是什么呢？啊，变热它表示在调整它的什么东西啊，又恢复白的了啊，恢复白了以后啊，它写得很清楚，它第3次再锁定它Gally 非常高，它有声音，他非常高兴，他抓到它了。为什么？脱锁了又抓到下面黑了，看它能量又在蓄积能量。做什么不知道啊 ？Auto track 啊 ，Auto lock 以后 ，Oh my gosh， 他看到的又变了，又变成普通意思啊，再抓到，看到没有？多厉害！所以表示其实美国的演习就在做这个东西，啊，就是要抓这个东西啊。那 What is it？ 什么回事啊？又变黑了，看到没有？它的温度又变高了啊。然后 Auto track， 它现在我自动锁上了。自动锁上了，你看，一直跟踪，一直在海面跟踪它。下面再锁上，看到，再锁上再锁上，然后左右的都有它的讯息，都有它的资料好，然后锁上了以后呢，左边还有一个亮点看到它又变成黑色了这个里面它是不是有什么动作了然后白色、黑色、白色、黑色，现在恢复原来的状态花蕾不知道什么脱手刷到脱手刷到，最后它还是脱掉，然后好，这个影片放完了以后，好，这是记者一说，哇，这什么东西？不知道。那我刚刚讲了，就是在这个地方海边他们要到高尔夫湾这个中东伊拉克里面去作战这些，所以说他知道你要去干什么，他又在你作战全副武装的时候他出现 ，OK， 而且他知道你要到哪里汇合，他就到哪里跟你汇合所以表示说他很奇怪，这个实在无法解释无法解释。好，这是2014年、2015年佛罗里达这个从维吉尼到佛罗里达的罗斯福号的这个航母这是飞行训练实际上的甲板上的状况然后这个是这个飞行员这个飞行员他录一段影片，这是他前面，这是第2段是这个人录到的录到的。然后呢，录到了以后呢，这个我上次讲过，但是我再重放一次。他介绍叫做 Tic Tac 然后在2004年的11月10号，他看到了黑点白点的互换那么他利用这个最先进的系统呢，我再强调一下，他这段是他在《纽约时报》讲的，他说看到这个东西浮在水面上，然后这个东西有12米这么长，12公尺这么长，悬停在离海面15公尺的地方，海水都好像都沸腾了，都已经沸腾了。然后它马上下降高度，旋转然后注意到它是用旋转的方式下 ，UFO 是直接下来，它是用旋转的方式，因为飞行器嘛要 bank 一个 angle， 要侧滑，然后才能下去嘛。然后他看到把他告诉《泰晤士报》，这是他从《纽约时报》跟《泰晤士报》看到这个东西，这个东西让他觉得非常非常的奇怪，非常非常的奇怪。好，讲到这个，我们来看这个是2战的时候UFO 频繁出现，我前面有讲过那个时间我就不重复了。麦克阿瑟发表了一部准备星际战争的报告，那么下面是他周遭的环境。同盟国最高指挥官艾森豪跟英国首相丘吉尔在二战结尾的时候共同发表声明，我们目前已面对第3个未确认的敌军。注意第3个未确认的敌军，
同时我们宣布作战开始啊。其实在此之前，丘吉尔已经意识到未知的敌军的存在，因为他自己就是一个科幻迷。他在自己的自传中曾经提到，他坚信地外文明的存在地外文明的存在以及物种的存在。对不起，物种的存在我没有把它白质化，所以看得不清楚啊。所以在二战的时期，他们已经在讨论类似的东西。这段是麦克阿瑟在当时讨论 General MacArthur knew of UFOs, General's huge UFO file， 他有看到很多 UFO 的文件 ，suppressed by U.S. government， 就是美国呢，这个军方呢，政府了，你不能说军方，政府呢，对不起，你没有办法公布啊。好，这一段是麦克阿瑟在1955年在美国西点军校的一次演讲。他说，下一场战争将是星际战争。这是每一句话都是他演讲的讲稿的内容，也是他实际讲内容。我给他原汁原味打上去，下面再附我的翻译。During a 1955 speech at West Point， 1955年在西点的演讲中 ，General Douglas MacArthur 道克拉斯·麦克阿瑟将军 told assembled candidates， 就是对于在集会的学员 candidate， 就是那些称为军校的这个学生。The next war， 下一次的战争 will be a interplanetary war， 是一个星际战争。注意，他用 interplanetary。麦克阿瑟跟这个有什么关系？他为什么会讲这句话？我前面讲了，他已经看了很多的资料因为所有军方的资料，他可能要求你要拿给我看。The nations of the earth， 地球上的国家，注意到他加了一个 s， 地球上所有的国家 must someday make a common front， 必须在同一条战线上nations 在同一条战线上。干什么呢 ？Against attack by people from other planets， 抵抗来自其他外星的袭击。好，在这边我再把美国海军公布的最后一个影片给大家放一次。好，这个是 original 的影片，刚刚是有记者的，为什么有记者表示可行性然后这个影片呢，就是 UAP， 美国称为 Unidentified Aerial Phenomena， 一个不可确定的一个空中现象那么这个影片的研究呢是 original 的影片，原汁原味，是 F-18这个 Super Hornet 超级黄蜂号，对不是 F-18，是 Super Hornet 超级黄蜂号抓到了这影片，透过 ATFLIR 把光学的结果秀给大家看，然后经过分析露出来，表示确实是真的好，我们看他告诉你这个 reason 的东西，这前面那个东西呢 ，sensor 告诉你是 IR mode， 就是红外线 mode， 然后告诉你35度代表飞机向左边倾35度，因为它机器在左边下面，然后 4.7 nautical mile 代表这个东西的速度，这个 sensor 向瞄准22度 below aircraft， 向左下方22度它瞄准，那这个是 F-18的 right time 向右边倾然后这告诉你这个东西 target 标在这个位置这个 bar 里面，这个告诉大家，这个时候它的速度是252 kts， 然后这个里面告诉它变化 hot， 越 hot 的时候越是黑色然后这告诉你它的高度在25000尺的高度，现在它从空中望底下很快飞过来抓目标，然后 tracking 加大抓到，没有抓到，看到没？2次都没抓到。好，注意2次没抓到，第3次看抓到了，看到没有？所以他们非常高兴。有一段视频 ，What's God？ 他非常高兴，好，他的后很欢呼，对不对？抓到，一直给他抓到，看到没有？这个时候然后他知道抓到了，他马上能量改变，变成黑色了，看到没有？OK， 继续抓到，他又变成白色，没有办法脱锁。他虽然想脱锁，能量加强，还是没有办法脱锁。好，这段影片 OK， 好，这段影片讲了以后，我们再回到这张图来讲。
所以表示说，美国在2战的时期 UFO 就频频出现。那么根据这张资料显示，他已经看到很多资料了。所以我最后有一句话：真正的敌人来自外面，而非地球，除非敌人已经在里面了。现在问题就是敌人已经在里面，你们怎么处理？所以美国已经告诉你了，他抓到了。下一步是什么呢？我们就拭目以待。好，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